有咬合不正、后道问题的朋友，一定有听过 MRC 口腔肌功能训练器，又称功能性齿颚矫正器，甚至有人称它是矫正神器。无需动刀，免受皮肉之苦，只要晚上睡觉含着，白天佩戴1小时，不影响日常生活。这么简单轻松的治疗方式，怎么还会矫正失败呢？我回家一定要听姐姐的话，我回家一定要听姐姐的话，多加2遍。我回家一定要听姐姐的话，我回家一定要听姐姐的话。好，成交。曾在牙科术后病房服务过的我，每逢暑假都有多位少男少女入院做正颚手术，所以当自己小孩有这个问题时，想着长大再花钱处理就好。后来发现自己的观念错误，一是矫正牙齿根本不用等长大，不需要等他被同侪笑了10几年，笑到都没自信了才做处理。二来是发现正颚手术的价钱竟然涨了1倍。我以前服务的单位，在15年前我离开的那一年，5天单人房的住宿费含医疗费用总共20万，没想到现在已经涨到40万了。等药药长大再去做正颚手术，会不会变成60万啊？因为牙齿矫正黄金期是8到12岁，所以在药药8岁的时候，我们开始了他的治疗。医师评估后，采用 MRC 来治疗药药的咬合不正，并要求睡觉戴整晚，白天则至少佩戴1个小时，还要在家里看着网络影片，自主练习佩戴 MRC 时的吞咽及呼吸方式。Specific breathing instructions. These are the simple breathing instructions and proper swallowing exercises. 当时只觉得科技好发达哦，已经进步到不用开刀，嘴巴咬着东西就可以完成牙齿矫正了耶。殊不知这是噩梦的开始。原以为嘴巴咬着东西不说话是很简单的事，应该有人跟我想的一样吧？但请想想看，全口的牙齿被异物包着，然后嘴唇紧闭，不能开口说话。来，大家试试看，嘴巴紧闭，牙齿也紧闭，不能松开哦，然后吞2次口水，是不是觉得这样子吞口水有点困难？更何况是你含着异物在嘴巴，偏偏有东西在嘴巴里，又特别容易分泌口水。一是要我们自主训练，但是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下，我们自己看影片都还不确定做得对还是不对呢。另外，医师还要我们记录每日佩戴时数，1个月、2个月、半年还勉强做得到，但1年、2年甚至好多年，我自己都没有把握了。而且这张记录表写完就不再给，要自己去制作。只给1次，可以先提醒我们拿到后先去列印，还是说医生没有想到我们会治疗4个月都没有看到效果呢？最后一点是让我和耀耀觉得最痛苦的，就是睡觉要全程佩戴。第一天晚上呢，请耀耀佩戴 MRC 睡觉，根本戴不住，因为 MRC 要达到效果，佩戴时必须全神贯注，时刻注意着牙齿是否要好好含着，嘴唇必须确实合上，不能张开，不然就会没有成效。所以为了让耀耀睡觉能佩戴 MRC， 可是花了不少心力。耀耀在我们好说歹说的情况下，不情愿的佩戴 MRC 睡觉。为了让他能安稳入睡，我会提供耀耀按摩服务，按摩到他入睡。可惜的是，即便如此 ，MRC 在耀耀熟睡后还是会从嘴巴掉出来，掉出来就不容易塞回去了。我曾试着在耀耀睡着后用胶带把他嘴巴粘起来，但我才贴上去，耀耀就马上感觉到有东西贴在脸上，反射性的就撕下来，所以这一招也行不通，而且医生也不建议，因为会有呛到或窒息的可能。总之，这个过程没有经历过的应该很难体会。因为睡觉无法全程佩戴，为了达到矫正效果，医师要求白天不能只戴1小时，举凡下课回家、放假在家、醒着的时候，都要尽可能的佩戴。这就跟文轩说的，白天只要佩戴1小时，根本大相径庭啊。我们平常呢，喜欢跟小朋友聊东聊西，尤其是睡前小聊，是很重要的亲子时光。这个时候，小孩子比较容易分享出学校发生的事情以及他的感受，所以要跟小朋友好好谈心呢，睡前小聊真的是最佳时机。艾莎老师有教啊，艾莎老师有教哦。艾莎老师有教。而 MRC 恰恰就剥夺了我们这样的亲子时光。本来睡前和孩子谈天说地，聊天聊到睡着的甜蜜时光，也转变成耀耀挣扎，而我拖着疲惫的身心为耀耀按摩，想开口跟耀耀聊天呢，又不想耀耀为了回应我而破功。
白天还不能跟药药讲话，因为一旦讲话就达不到治疗效果，也就是要做到打不哭、骂不叫、开心不能笑，这样还有人性吗？其实很厉害耶。在那个时期，不止药药想放弃，连我都想放弃了。好几次在脑海里想，这样痛苦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啊？治疗后到除了正颌手术，就只有 MRC 而已吗？影视美不，因为一开始医师就说影视美不适合，所以影视美也不能解决。半年后，我们换了另外一位医师，是亲戚介绍的。原本期望呢会有不带 MRC 的治疗方法，无奈医师给我的答案是后道不想正颌手术，就只有这一条路。我的心又沉了下来。第一位医师跟第二位医师共计花了1年10几万的费用，却完全没有解决后道的问题。我自己整理的心得是 MRC 要成功，除了极高的自律外，就是患者自己本身要有意愿。药药从头到尾都是我们做家长的看不下去，担心他被同侪取笑，担心他以后颜值不好，找不到好工作，所以是我们要他矫正。但8岁的药药无法理解，甚至说出丑没关系啊，被笑无所谓啦，所以最后呈现放弃的状态。再者是我剪辑做功课时才发现的问题，而这个问题是前2位医师都没有评估到的，就是鼻塞患者不适合 MRC。药药治疗前本身就有这个症状，常常睡前鼻子就开始发痒，接踵而至的就是打喷嚏、鼻塞，只要发作那一天就没有办法佩戴。不过现在矫正的第1阶段已经成功了，鼻塞的问题也改善了90%哦。最后这个状况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否适合 MRC， 那就是磨牙。药药跟我一样晚上睡觉都会磨牙，每当他磨牙的时候呢，我都会想他口内的 MRC 没有在正确位置上了，这样有效果吗？其次磨牙还会把 MRC 咬坏，咬坏就要花钱再买一组。以上就是我们的 MRC 失败经验谈。其实我们在治疗期间有到网络上去看一下大家的评价，我找到的文章呢都是成功的案例，所以我在想会不会其实只有我们家是失败的，大家的小孩都很棒很自律不吵不闹，其实最后都矫正成功了呢？我要澄清一下，后道的小朋友在牙齿矫正黄金期，除了正颌手术跟 MRC 之外，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哦。因为我最后找到一位适合药药的医师了，这是一位黄医师。我在第1次去看诊的时候，我就询问黄医师说：“请问您的治疗是要搭配 MRC 的吗？因为我想，如果是的话，我以后就不要来了。”结果医师说呢，MRC 他不会让小朋友去佩戴，因为他觉得这种治疗方式其实没有人性，他不去做。而且黄医师还跟我讲说，到底治疗方式适不适合小朋友，1个月就知道。如果1个月小朋友完全没有改善，就表示这个治疗方式根本就不适合他。哇，我们前面还花了1年呢。好吧，那虽然不用长痛，短痛还是难免的。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这个黄医师啦，因为黄医师的诊所其实是不看小朋友的，唯独咬合不正的小朋友是例外，因为他知道有很多父母有这种困扰，矫正又有黄金治疗期，所以他愿意花时间去看咬合不正的小朋友。最后还有一个要谢谢的人，就是我们的宝贝耀耀，因为矫正牙齿治疗的过程真的很辛苦，会钻骨钉，会绑钢丝，而且还会拔牙。所以当时9岁的耀耀呢，他是在我们的请求下，虽然他非常的不情愿，可是也乖乖的配合我们去完成了这个治疗。整个过程非常的辛苦，他还会因为酸痛、伤口痛等等的原因而哭泣。我觉得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真的不要去责备小孩说，这有什么好哭的，痛一下下过了就好，千万不要。我觉得我们反而要更有耐心的去陪伴他，去帮助他，然后一起去度过这个过程，这个不舒服的过程。即便是现在耀耀11岁了，我们每次谈到牙齿矫正这件事情呢，我都还是会再谢谢他一次，谢谢他愿意配合去完成这个治疗。